离婚！马上跟我儿子离婚！你工作都丢了，我方家可不养闲人。方明远，你也是这么想？若安，我爸也是为了我好。结婚3年，我今天刚被公司优化，公公便连夜上门，和丈夫一起逼我离婚。可他们却不知道，我得到了天价赔偿款。若婉啊，公司整个研发部都被裁掉了。不过你放心，你对公司贡献巨大，我已经给你申请了高额赔偿金和研发分成，少说也有上百万。谢谢周总。老公，我被裁了，赔偿金有。爸，你怎么来了？林若婉，我听说你被公司开了。也就是说以后没工资了？暂时是，不过爸您放心，我会尽快找新工作。哼，既然没工作，那立刻跟我儿子离婚。立刻跟我儿子离婚！我没工作，就别缠着我儿子。爸，你干嘛？我干嘛？我方家什么条件？3代庄稼人供出你一个大学生，容易吗？你现在有单位，有前途，不能让一个没了饭碗的人拖累你。爸，你房贷9000，车贷3000，物业水电1500，每个月固定支出17000往上，以后生孩子拿什么养？养不起就别撑着。我方家不养闲人。闲人？方明远，你也是这么想的？明远，爸是为你好，你想想，他没了收入，你一个人扛得住？你才30岁，别把自己打进去。行了，你不说话就是同意了。林若婉，签了吧，好聚好散。若婉，你别以为我不是……对不起，同学，我不是故意的。若婉，我可能给不了你最好的生活，但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你愿意嫁给我吗？行，尽快去办离婚手续。婉婉，你上次寄的围巾收到了，外婆这边降温了，正好用上。你在那边好不好？事情办妥了，抓紧时间去相关部门，越快越好，拖着没意思。若婉，周一上午咱们去相关部门离婚，我请半天假。好。请问是方太太吗？我姓林。哦，林姐姐，我是苏婉清，明远的大学同学。我听说你们家最近遇到了点情况，我有点担心，也不知道方不方便。你有什么事儿？没有，就是想问候一下。明远跟我提过你，说你人特别好。这几天我正好在你们这边出差，要不我上门看看你，咱们认识一下。不用了，我跟方明远下周就去办离婚手续。啊，真的呀？那你一个人没事吧？要不要我？苏婉清是谁？他是我大学同学，天生的热心肠。你别多想。他怎么知道我们要离婚？你告诉他的。我就是随口提了一句。他问我最近怎么了，我说了几句，有什么问题？儿子，
那个苏婉清是谁？家里什么条件？儿子，那个苏婉清是谁？家里什么条件？爸，没什么，就是一个我的大学同学，你别瞎打听。我打听什么了？你都要跟林若婉离婚了。爸，我去办事处了。我陪你一块儿去。爸，你就在家等着吧，我自己能行。若婉，我知道这事儿你受委屈了，但你也知道我一个人的工资真的撑不住现在的开销。你突然失业了，我爸又是那个态度，你不用解释。若婉，我没怪你。结婚3年，我早就知道了。你虽然不是什么坏人，但也不是那种关键时刻能挡在我前面的人。只是我一直不愿意承认。47号方明远、林若婉来1号窗口登记。手续办完了。若婉，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是太傲。现在证也领了，工作也没了，房租吃饭哪一样不要钱？以后的日子你可怎么熬啊？拿着吧，好歹夫妻一场，这100块够你吃几天了。听我一句劝，赶紧找个包吃包住的活干，端盘子做保洁都行。都这个时候了，就别再挑三拣四了。方明远，从今天起，我是沿街讨饭还是大富大贵，都跟你们方家没有半分关系。因为我失业，他就急着甩掉我，看不起我。真想看看，当他知道我那笔赔偿款的数字时，会是什么表情。喂，爸，离婚手续办完了。什么？办完了？你怎么不等等？怎么了？我刚碰见林若婉公司的前同事，人家亲口说，林若婉这次被裁，公司赔了他280万。什么？若婉，等一下，你在恒瑞的补偿方案到底是怎么赔的？方明远，离婚证都在你包里了，现在你才想起来问这个，太晚了吧？怎么会这样？我到底都做了什么？陈老师，若婉，我听说恒瑞那边调整了，你还好吗？我挺好的。你骗不了我。若婉，我这边新组建了一个转化研究中心，挂在市医院下面，缺人，缺能干活的。你要是愿意，随时过来。陈老师，我先别急着拒绝，工资比恒瑞高，平台也对口，你那脑子在企业里做执行太屈才了。若婉，留下来读博吧，你的天分不该被埋没。对不起，老师，我需要挣钱。回学术圈来吧。你先想想，什么时候想好了给我打电话。3年前，我为了钱放弃读博，结了婚，结果被当拖油瓶赶出家门。这一次，我不会再选错了。婉婉，怎么这个点来了？手怎么这么凉？快进来。外婆，您包馄饨了。知道你这几天要来，早就包上了。你歇会儿，马上就好。快趁热吃，是荠菜猪肉馅的，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了。跟明远吵架了？外婆，我离婚了，今天刚办的。那就住外婆这儿。你那个小房间，我一直给你留着的，被子都晒好了。没事儿，外婆在呢。你不是那种倒了就起不来的人。外婆相信你。若婉，
我们谈谈那个钱的事儿，我们需要沟通一下。林若婉，我警告你，你的补偿金是婚内财产，别想独吞，躲是躲不掉的。咱们法庭上见。需要沟通，婚内财产。昨天在签字的时候，你怎么不说需要沟通？林姐姐，我是苏婉清呀。听明远说你一个人搬出去了，好心疼你哦。对了，我刚帮明远收拾屋子，看到你留下的好多东西呢。你要是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一声哦。昨天才离婚，今天就住进去帮他收拾屋子了。苏婉清，你跟方明远的大学同学情谊还真是感人。赔偿金也好，过往也罢，都锁在这个房间里。走出去的是重新活过来的林若婉。从今天起，我要重启我的人生。婉婉，跟谁打电话呢？看你心情不错。外婆是我以前的导师，我决定了去她推荐的研究中心工作。那感情好，换个新环境，把那些不开心的人和事儿都甩在脑后。咱们婉婉这么有本事，到哪儿都发光。这时候会是谁来？家里不常来客人啊。我去看看。你好，请问是林若婉林小姐吗？我是，请问你是？太好了，总算没找错。我是苏婉清，明远的朋友。他最近总是念叨你，又怕打扰你，我就自作主张过来看看你。怎么样，最近还好吗？黄鼠狼给鸡拜年。婉婉是谁呀？我是苏婉清，明远的朋友，我特地来看看若婉。林姐姐，你别介意我冒昧来访。明远他其实很担心你，他说你一个人搬出来住，怕你过得不好。这不，我刚好路过，就顺便带了点东西来看看你。女人嘛，还是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明远现在一个人也不容易，工作压力大，回家也没人照顾，我能帮他分担一点是一点。苏小姐，林姐姐，你叫我婉晴就好。我想我们还没熟到那个份上。苏小姐，你和方明远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啊，也是大学同学。哦，只是同学和朋友。那方明远现在不容易，需要人分担，似乎也轮不到苏小姐你来操心吧？毕竟我们才刚刚离婚。我只是苏小姐，你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东西请你拿回去，你的关心我也承受不起。我这里地方小，就不请你进来喝茶。苏小姐，请便。怎么把门关上了？他不进来呀？别管他，外婆，咱们忙咱们的。手续都办好了，入职流程还顺利吗？都办好了，陈老师，谢谢你。若婉，你别以为我找你回来是看人情，说实话，我是缺人。我手上的这个项目正缺一个你这样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懂企业转化流程的核心研发人员。我明白，谢谢老师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机会？你这丫头，当初放着我的博士不念，非要去什么恒瑞，我还生了好一阵子气。我早就说过，企业那种只看短期利益的环境不适合你，你是一块搞科研的好料子，去了那里就是浪费。行了，都过去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当初为了结婚欠我的那3年博士生涯，就在这儿用你的才华和成果慢慢还给我吧。这边是我们的中心实验室，那边是细胞培养室。我们项目目前最缺的就是时间。哦，对了，顾妍，过来一下，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这位是顾妍，心血管外科的主治医生，我们项目临床试验阶段的负责人。这位是林若婉，我以前的学生，今天刚入职，负责前期的药物研发。你们以后要多合作，多交流。你好，顾妍，欢迎加入。你好，林若婉，以后请多指教。刘老师，陈教授这次招来的新人也太厉害了吧！这台进口的色谱仪，咱摸索了好几天，他上手半天就玩得明明白白的。
到底是陈教授亲自调教的学生，基本功太扎实了。你看他设计的那个实验方案，思路清晰，考虑周全，比我们之前的方案优化了不少，能省下至少1周时间。3年前，我在恒瑞做执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现在重新站在仪器面前，才发现这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研究资料。糟了，我的实验记录本，那是证明这项专利技术完全属于我个人智慧资产的最原始、最有力的证据。要是被方建国看到了，不行，绝不能让他们拿到。方建国，你最好别动我的笔记，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自己的脚。呀，林姐姐，你来啦！快请进，快请进。这是我买的，我最喜欢的一双拖鞋。你先坐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明远今天上班，他本来还想等你呢。林姐姐，我帮你收拾了一些衣服和化妆品，你都不要了吗？还有好多挺贵的呢。不要了。你站住！林姐姐，我知道你可能对我有点误解，我跟明远真的只是普通朋友，他最近压力很大，我就是看他可怜帮帮忙而已。你不用跟我解释。可我怕你心里不舒服。你们虽然离了婚，但毕竟有3年的感情在。哼，所以你就穿着我的拖鞋，用着我的杯子，住在这间我还了3年贷款的房子里来跟我解释，你们只是普通朋友。我没注意拖鞋是你的，我以为是新买的。杯子就是个小事嘛，你要是介意，我马上给你买个新的。别为了这点小事伤了和气。我们之间没有和气，我跟方明远已经离婚了，这间房子以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跟我没关系，这也意味着你跟我更没关系，所以请你别再叫我林姐姐，我嫌恶心。林若婉，你少得意，给我等着！若婉，你怎么这就走了？婉清不是说让你等我回来一起吃个饭吗？东西拿到了，没什么可等的。你的那些研究资料都找到了就好，那就好。若婉，我爸的事儿你别太往心里去，他就那个人，嘴上不饶人，其实心里不是坏的。方明远，你爸在我失业当天拿着离婚协议逼我签字，你就坐在旁边一句话都没说，这叫嘴上不饶人。我当时我也没有办法，他是我爸，我不能。你可以的，你只是不想。若婉，你真的
真的不打算给我第二次机会了吗？方明远，你不是想要第二次机会，你只是后悔签字，后悔拿不到我的赔偿金，后悔失去了一大笔钱。林若婉，我是方明远他爸。有事吗？我问你，你昨天从家里拿走的那堆资料，是不是跟你那个什么专利有关的？那是我个人的工作笔记，属于我的私人物品。什么个人笔记？我告诉你，你在婚姻存续期间做的工作、取得的成果，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专门去问过律师了。哦，您问的什么律师？路边发传单，3流律所打8折的那种吗？少跟我耍嘴皮子，最好老老实实把那笔钱分一半出来，不然你别怪我跟你没完。这笔钱是对我个人脑力劳动的奖励报酬，它不属于婚姻共同财产的范畴。你不信，可以自己去查。你以为你读过几天书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让你过得这么舒服。看来是时候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了。林若婉，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就离婚了？那个姓方的又闹什么？你先别激动，就是我被裁员了，然后方明远听他爸的要跟我离婚，现在离婚证拿了，他们家听说我有一笔专利赔偿金，就来纠缠了。林若婉，你是不是傻？被裁员那天你怎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离婚你啥都不要就离了？房贷还了3年，婚后共同还贷部分你主张了没有？当时就觉得很乱，想快点了断。行了，这件事你别管了，条件我告诉我了，律师我给你找，你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的离婚协议、补偿金方案，所有相关的材料都拍照发给我。芷萱，太麻烦你了。你要是再跟我说麻烦这2个字，我现在就从律所打车过去撕了你的嘴，等着。婉婉，方家那边果然不出所料，找了律师准备起诉了，说是要分割婚内共同财产。你别慌，我已经让张律师准备应战材料了。温度正好。谢谢。家里有事？没事，一点小麻烦。需要帮忙可以说。请进。陈教授，您找我。坐。你最近提交的进度报告我都看了，数据扎实，思路清晰，做得不错。都是你和团队指导的好。别谦虚，下周有一个市里的生物医药行业交流会，我把你的名字报上去。我？对，到时候你做一个15分钟的汇报，就讲我们项目最新的缓哨技术路径优化成果。陈教授，我才刚来没多久，这么重要的会议，让刘老师或者小周去是不是更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是这个优化方案的主要执行人，没人比你更清楚其中的细节，在学术和技术领域，资历是其次，
能力和成果才是最重要的。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数据，用事实说话。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让业内的人认识你，也认识我们的项目。是，我明白了，谢谢陈教授，我一定好好准备。下面有请市医院新药研发中心的林若婉女士为我们带来关于新型心血管靶向药缓释技术路径优化的报告，掌声欢迎。王主任，这林若婉可以啊，离开我们那儿水平见长啊。是啊，他这套方案好像比我们现在的还厉害。是啊，他这套方案好像比我们现在的还厉害。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林女士精彩的分享，下面是提问环节，各位教授有什么问题吗？林研究员，你汇报中用到的基础核心跟我司存在高度相似，请问你作为一名刚离职不久的前员工，使用原公司的技术方案是否经过了我们的授权？谢谢王主任的提问，不过与其说是提问，我更觉得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指控。关于您的问题，我分3点来回答。第一，从法律层面讲，根据规定，植物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属于单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明者本人就失去了对自己所创造知识的认知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非侵权性研发的权利。第二，从事实层面讲，王主任抬我今天的报告与恒瑞的方案高度相似，这是一个非常模糊且主观的说法。如果王主任对技术细节足够了解，就应该知道这在本质上是2条完全不同的技术思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关于技术归属，王主任，您刚才反复提及恒瑞那款缓释新品的技术方案，那份核心配方的专利署名的第一发明人是我林若婉。演讲表现非常不错，但是网上的帖子我看到了，全是些断章取义的东西。陈老师，对不起，给项目带来了负面影响。你道什么歉？被人泼脏水是你的错吗？坐，我带学生这么多年，看的是一个人的品性和才干，不是网上几句匿名的鬼话。写这东西的人格局太小，手段也上不了台面。我担心会对我们申请经费和后续的评本造成影响，会有一些杂音，但无伤大雅。强者总会面临非弊。我叫你来不是为了讨论这个帖子，而是为了告诉你我们的反击方案。但我们不报警，也不在网上跟他吵，那种泼妇骂街式的方法，只会把我们拉到和他一个水平，自降身价，没意思。下个月有个年度医疗科技成果总结会，级别很高。各大医院的院长和企业的负责人都参加，我给你报了名，30分钟的独立报告时间，你上去把我们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给我漂漂亮亮的讲出来。陈老师，您的意思是，你根本不需要自证清白。当你的成果足够亮眼，当你的专业能力得到整个行业的认可时，这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就会自动变成一个笑话。我要你用无人能及的成绩去证明那个帖子写的到底有多荒谬，这就够了。这叫降维打击，懂吗？我明白了，陈老师，我绝不会让您失望。顾医生，真巧啊！顾医生，你别急着走啊，我是方明远的同学，我们之前见过的，我就是想打听一下林若婉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看他现在那么风光，我们这些老同学都替他高兴。听说他现在收入很高，职位也很重要吧？我不认识你，而且我不觉得他现在还会在意你们的想法和言语。顾医生，你还没走？等你。昨天我去超市的时候碰见个人，那人找我打听你。谁啊？一个女的，不认识。她问你现在的收入和职务，还自称是方明远的同学。那你怎么说？我说我不认识他，然后就走了。谢谢你。不用，我只是不喜欢和不相干的人说话。你平时话确实不多，我还以为你对谁都这么惜字如金。不是跟谁都这样，跟你话就多。快去看恒瑞生物的官方公众号，世纪大反转，天降正义了！恒瑞，他们怎么了？别问了，你快去看，恒瑞替你证明了，我敢打赌，苏婉清那张脸现在比锅底还黑。爽不爽？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方明远他们灰溜溜删帖跑路了。他以为打的是你，没想到一棍子捅了马蜂窝。谢谢你，芷萱。客气啥？下次有事跟我说就是了。喂，若婉，是我，你还在忙吗？你知不知道重要吗？当然重要。若婉，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好，让你受委屈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能不能？不能。为什么？若婉，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想弥补你。方明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问。我们办完离婚手续那天，拿到离婚证追出来拦住我，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问的是你的补偿金到底是多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白了，你后来一次次的后悔，一次次的纠缠，不是因为你还爱我，舍不得我这个人，而是因为你发现被你爸逼着扔掉的我，竟然价值几百万。方明远，你是后悔了，但你后悔的只是钱。若婉，你听我解释。昨晚电话里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你无话可说，请你让开。若婉，我知道错了，我真的错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方明远，收起你这套惺惺作态的把戏，我看着恶心。你落在办公室了。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律师函的事儿我们已经找了律师全权处理，法律上的事儿你应该和律师谈，而不是在这里骚扰若婉。另外，建议你回去好好督促苏小姐，3天时间不长，我们等她的公开道歉。走吧。
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林小姐，苏婉清这边是消停了，但是方明远那边又有了新动作。他又怎么了？还想来纠缠不清？他起诉了。起诉？他还有脸起诉？他要告什么？他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他声称你从恒瑞生物获得的203万专利赔偿金是在你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属于婚内共同财产，因此他要求分割其中的一半。100多万，这家人是疯了吗？脸都不要了！离婚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财产无争议，他凭什么？我知道了，张律师，应帅吧。婉婉，你别一天到晚守着我，耽误了工作。没有，外婆，我不忙。请进。顾医生，你怎么来了？听周芷轩说你请假了，猜到是家里有事儿，我刚查完房就过来看看。这位就是外婆吧？外婆您好，我是林若婉的同事顾衍。哎呦，是小顾医生啊，快坐快坐。我们家婉婉天天在我跟前念叨你，说你本事大，人又好。外婆，我哪有？外婆，您别听他谦虚，您的检查报告我看过了，就是普通流感引发的炎症，指标不高，输几天液，好好休息就没事了，别担心。我猜你们还没吃饭，在食堂打包了清淡的蔬菜粥和几个小菜。外婆现在饮食要清淡，易消化。综上所述，被告林若婉于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比偿金，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理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我方当事人方明远先生要求获得其中一半，即101万5千元的合法权益。审判长，我反对原告律师的观点。首先，请看大屏幕。这是证据一，被告林若婉与恒瑞生物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均归属林若婉个人所有。这是他独立完成的智力成果，其核心价值在婚前就已存在。其次，证据二，专利证书只有林若婉一个人的名字。请问原告方明远先生，您对这项专利的研发有过任何形式的贡献吗？再次，证据三，恒瑞生物出卖的补偿金结算通知签字是在您与我方当事人签署离婚登记之后。审判长，我方证据出示完毕。现在，我方不仅拒绝原告的无理诉求，并当庭对原告方明远先生提起反诉。根据我方提交的银行流水记录，婚姻存罪期间，我方当事人曾用其个人婚前财产为原告方明远先生名下的婚前财产累计贷还了32万元的房屋贷款。根据婚姻法司法现实，这笔钱因为个人财产借，现在我们要求原告立刻归还32万元整。完了，全完了。明远，你真的撤诉了？那32万你真的要还给他？我们辛辛苦苦就这么算了？不撤诉怎么办？等着法院强制执行，让全单位的人都来看我的笑话吗？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认输啊！都是那个林若浅害的。如果不是他那么绝情，你闭嘴！从头到尾都是你在我耳边说的那些话，一步一步把我往泥潭里推。你怂恿我爸去打这个官司，结果现在我要背上32万的债，这也是为我好。你不是为我好，苏婉清，你是为了你自己。你嫉妒他，怕他过得比你好，但你看得出他了吗？没有，你只是让我变得更可悲、更难看。方明远，你什么意思？是我逼你离婚的吗？是你自己没本事留住他，是你自己选择了钱。对，你说的没错，我没本事，所以我供不起你这尊大佛。你什么意思啊？这个房子是我婚前财产，你的东西收拾一下，现在就滚出去！您好，哪位？是
是我，方明远，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我爸他前阵子中风了，现在半身不遂，躺在医院里，他现在话也说不太清了。前2天清醒的时候，拉着我妈念叨说，那个丫头比我想的强。你现在过得好吗？挺好的。那就好。之前是我对不起你，我也无颜再见你。最后我郑重的在这儿跟你说一句对不起。要不要我叫安保？不用。林小姐，我是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以前的事儿都是我错了，我嫉妒你，嫉妒你有才华，嫉妒明远心里其实一直都认可你，我不甘心，就做了很多上不了台面的事，我总觉得抢赢了你我就赢了，可到最后才发现我输得一塌糊涂，方明远跟我彻底断了，我在行业里名声坏了，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做不长久，我这几年想天天都活在后悔里。对不起，当年是我太狭隘，太可恨了。你值得现在的一切，是我不配。都过去了，我早就不记得那些事儿了。我的时间要用来做更重要的事。你也不必一直困在过去，往后好好走自己的路吧。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年度青年创新奖的得主林若婉女士。